2026年，台湾主动式 ETF 市场真的是杀到眼红。网络上最扯的现象，就是散户直接把统一投信00981A 的基金经理人奉为瑶池金母，说这些明星经理人在这波 AI 大浪潮里展现了什么点石成金、普度众生的超额报酬，真的不夸张。社群上简直被当成神在拜。没错，当整个市场陷入这种造神跟社群迷因的狂热时，我们还是得冷静下来看数字。统一投信靠着明星操盘手大杀四方，那身为台湾最大独立综合券商的群益证，面对这种被神格化的行销威胁，他们的防线到底在哪？这份最新出炉的2026年第一季法说会资料，其实透露了非常庞大的资本战略布局。对啊，你看社群上每天都在喊跟着母牛赚大钱，这种情绪渲染力真的超强。群益面对的可是实打实的资金争夺战，毕竟主动式 ETF 那个高经理费是兵家必争之地，群益怎么可能把这块肥肉拱手让人？所以要看懂群益的防守跟反击，我们得先盘点这家从1988年创立到现在的金融帝国的底气，它可不是那种只靠单一网红经理人撑场面的公司。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来看看群益目前的帝国版图跟他们的核心对冲战略。说到数据，我最兴奋了，大家看咯，2026年最新的实收资本额来到217.09亿，总资产更是强势突破3930多亿，年增率高达23%，负债规模则是3400多亿。他们现在非常有策略地把旗下13个转投资机构精准整合成4大板块，而且为了报表纯度，甚至连那个资产只占0.03%的群益保金都不放进合并财报的底层细节了，这就是资本优化的精准度啊。总资产逼近4000亿，确实很惊人。但身为分析师，我们要往下挖这笔钱的去向。你看，目前群益账上有2大闲置资金池，客户交割保证金高达664.3亿，另外分户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医护通，余额也接近600亿，市占率全市场第2。这笔巨资到底怎么活化的？还有他们自家的档规模高达2613亿的00937B 债券 ETF，2026年明明是 AI 狂牛市，台股飞天，00937B 股价却在14.6元附近躺平，这种绩效落差，难道不会让资金大举出逃吗？其实这就小看高资产大户了啦。0093B 规模为什么能死守在2600多亿？因为大户要的是节税跟资金停泊的避风港。对群益母公司来说，底层逻辑超简单，只要规模不掉，内扣的经理费就是稳稳的印钞机。而且他们透过流动性调度，像是账上847亿的公允价值金融资产，还有409亿的应收账款，早就把闲置资金转化成非利息收入了。可是现在美债殖利率卡在4.5%下不来，债券价格承压是铁一般的事实。群益自营部要怎么控管这种庞大部位的风险？靠的是冷酷无情的机器啊！他们自营部大量导入 AI 衍生性商品模型，当美债殖利率卡在4.5%的时候，直接反向建立美债期货空单，搭配利率交换，也就是 IRS 来进行实质对冲，等于是用 AI 量化防护罩，硬生生扛下债券跌价的冲击。好，既然提到 AI， 我们接着看第2部分。各家券商都在喊2026是 AI 元年，也都在搞绿色转型。到底他们是真有其事，还是单纯的行销噱头？我们直接拿成绩单来看最准。2026年3月，台股不是经历了一波很凶的回跌压力测试吗？结果群益导入 AI 量化模组的自营跟衍生性商品部门，第一季合计还逆势获利3.38亿元，这证明 AI 在防守端是真的能打。不过我注意到，他们在成都跟上海的技术研发端，也就是群益智投科技和上海智策 ，Q1 其实是呈现小幅亏损的，大概亏了快500万。那点亏损根本是 AI 蓄水池的战略投入，好吗？你看他们换来了什么？进攻端财管全面导入跟精诚资讯合作的 AI 问问智能投顾。防守端呢，他们是全台第一家通过 BSI TCFD 最高等级 Level 5优秀的券商，还导入了 PCF 碳盘查跟内部碳定价，这在法人眼中，绿色跟科技绝对是玩真的。这些确实拉高了营运的基础防御力，但我们必须检视这套系统能不能转换成更有攻击性的武器，特别是面对现在市场上最凶险的那场战役。也就是我们的第3部分，主动式 ETF 世纪大战。面对死敌统一投信主动式资产直接冲破1兆元大关，群益在主动式这块是不是有点落后了？统一的00918A 跟00403A 狂潮，可是把市场资金吸走了一大半哦。统一靠明星经理人打的是空战行销，确实拿走了1.0%到1.2% 的超高经理费。但别忘了，群益证总资产是将近4000亿的量级，手上还握有将近600亿分户账的陆战绝对优势，这根本是一场重装巡洋舰对决战斗机的战争。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利用自家庞大的通路优势，进行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完全正确，这就是群益最狠的集团公盘制度。他们在内部通路发动拦截，把那些因为恐慌而抛售债券的散户资金，也就是原本只能赚 0.2% 经理费的钱，无缝引导，直接灌入自家费率高达 1.2% 的主动式科技 ETF 里。资金还是留在群益，但利润纯度暴增好几倍啊！而且产品端直接推出规模300亿的 00982A， 主打量化防御，还有 00992A 猛攻科技创新。最绝的是，他们利用4月放宽的台积电条款，把 AI 股权重直接补满 25%， 死死咬住统一的绩效。第4部分，我们来聊聊亚湾与跨境资产战略。刚才说的公盘制度确实厉害，但把眼光放远一点，台湾终究是个浅碟市场。如果台股哪天翻盘，成交量急动，群益大张旗鼓说要打亚洲杯，到底有什么实质的跨境通路能维持成长？群益的野心早就不止在台湾了，他们现在把那600亿的一户通全面升级成外币一户通，透过 AI 后台自动换汇，疯狂冲刺海外付委托的手续费，而且大家仔细看，他们大幅淡化了中国区的色彩，避开对岸消费降级跟资产通缩的泥淖，全力集中在非中国地区的亚太财富扩张，第一时间就插起高雄的亚湾高资产财管专区，这可不是随便设个分公司，这是要把自家的 00937B 结合境外结构型商品重新包装，卖给那些归于返乡的台商大户。也就是说，他们精准瞄准了金字塔顶端的高净值客户。对呀，主打海外利息免2代健保，还有750万的海外所得免税额。群益透过这种跨售，正一步步把自己从纯本土券商转型成真正的亚太资产管理集团。接下来第5部分，财务亮点与鼓励政策转向。愿景听起来很宏大，但我们回到这份财报最核心，也是市场炮轰最凶的财务矛盾。如果2026年 Q1 真的是历史级的获利巅峰，那管理层干嘛打破过去5年纯配发现金股利的惯例，改发 0.4 元现金加 1.3 亿元的股票股利？这难道不是在变相稀释 EPS 对股民跳票吗？毕竟数字摊开来真的无可挑剔。Q1 本期净利高达 31.02 亿，单季 EPS 1.34元，光是4月单月又大赚 23.24 亿，前4个月累计净利飙破 54.89 亿，这印钞机的马力简直前所未见。既然印钞机这么猛，散户看到现金配息缩水当然会开骂，但为什么要把钱扣下来发股票？因为群益正在打一场大资本军备战。你去看他们的获利结构，传统经纪业务的依赖度已经降到 47%， 但承销业务翻倍到 9%， 自营也升到 26%。所以当资产规模冲破3900亿之后，要维持这级巨兽的运转，的确需要更庞大的永久性资本。没错，他们要搞亚湾专区，扩大海外付委托造势，还要包销大型的 IPO 案，这些全都需要资本适足率做后盾。群益现在的 BIS 高达 272%， 早就远超法定的 200%， 所以改发股票股利根本不是跳票，这是极度精明的扩张，是为了把留下来的利润转化成未来几年能继续疯狂赚钱的战备储粮。最后第6部分，我们来看潜在风险与4大战略矛盾。虽然获利很亮眼，但拿放大镜检视财报的阴暗面是我们的职责。这份 Q1 报告里其实藏着几个不能忽视的隐忧。首先是账面亏损 ，Q1 财报里 FVTOCI 出现了 2.35 亿的未实现损失，海外汇率也吞了 1.79 亿的亏损。更让法人警惕的是 ，KPMG 会计师对这份 Q1 财报竟然出具了保留结论。这就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了。那2个 OCI 跟汇率亏损，对比31亿的净利，根本是9牛1毛。至于 KPMG 的保留结论，我们直接来看合约报告的原文。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保留结论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集团内有部分非重要的海外子公司季报没有经过会计师核阅，这些未核阅的资产只占了合并总资产的 0.78%， 影响的损益更只有负的 0.36%。这在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季报里，完全是基于成本效益考量的标准做法，年度财报一样会是无保留意见啦，拿这个来恐吓散户，真的太瞎了。会计疑虑顺厘清了。但我认为管理阶层还面临4大战略矛盾：第一，获利创高却缩减现金配息；第二，高喊招募人才却又大量用 AI 取代人力；第三，强推公盘制度，硬性整合投信与期货，不怕内部权力内耗吗？第4点最致命，群益自家的7000亿被动 ETF 规模是他们最安稳的获利底盘，现在重兵转向主动式 ETF， 甚至用公盘去导流，难道不会引发自家产品的资金排挤，动摇根本吗？
这4个矛盾其实正是群益最高明的地方，这叫辩证发展。股息跟 AI 前面讲过了 ，AI 是负责顾好风控的下限，而顶尖人才负责去突破财富管理的上限。至于公盘制度、内耗，在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资源集中绝对好过各自为政。最后说到排挤效应，大家想想，市场的钱本来就是流动的，与其让客户赎回跑去买统一的金母，不如群益自己端出主动式科技 ETF 把钱接住，这叫肥水不落外人田。群益的量化模组防御，在遇到熊市的时候，觉得比单一明星经理人的神话活得更久。所以，这份2026年 Q1 的财报解析到最后，其实揭示了一场关于未来的豪赌。一边是依靠庞大资本、AI 量化对冲跟公盘制度的冷酷金融机器，另一边是靠着极致绩效与社群迷因引爆散户狂热的明星操盘手。这不只是群益跟统一的对决，更是机构纪律跟人性贪婪的终极碰撞。当市场潮水退去，到底是神格化的行销能持续普度众生，还是拥有600亿现金池、死守量化防线的重装巡洋舰能笑到最后？这场2026年的财管大战真的才刚刚开始。那我们今天的法说会解析就到这边，数字跟战略都摊在阳光下了，大家自己想一想喽。